好，那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哈，我们自制的脸部动骨头盔。那这一顶头盔呢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哈，前面这个是小米的支架式自拍棒。那为什么选这个自拍棒？是因为它前面这边可以做转动。所以可以把手机呢直立的夹在这个我们的脸的前面。那支架式自拍棒呢这边可以做伸展。等一下会实际戴上这个头盔来做示范。像这样子。那一般来说捕捉脸部的话，伸展到第一节就够了，它可以再继续拉长。但我们只需要用到这一节，就大概可以把人脸整个放在手机的 APP 里面。好，那前面这边呢是用一些束带去做，把它绑住，把这个支架式自拍棒固定在这一顶头盔上。那选这顶头盔是因为它前面刚好有一个这个孔，所以说这个大小呢刚好可以把支架式自拍棒放进来，然后因为它这边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孔，所以我们可以用几个束带呢把它简单的固定在头盔上。当然这个方式它并不是100%完全的牢固，如果你用力的拉扯的话，它还是有可能会掉。只是说我们就尽量的把它固定到让它紧，不会乱动这样子。好，那后面这边，后面这一块呢是拍照用的这个闪灯支架。那会选放这个的原因并没有什么特别，只是纯粹是因为它的重量，因为它这是整块的金属，所以其实蛮沉的，那有一点重量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一样用这个黑色的束带把它绑在这个头盔上面，大概是这样，像这样子。固定住而已。那为了配重，其实也不一定要用这个。那我们会建议呢，最好的方法是用行动电源，就是绑在头盔的后面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行动电源还可以帮手机充电，就是说你在做脸部动作的时候，还可以顺便帮 iPhone 充电。那目前的配重的话，这个支架其实是不够的。还需要再加一些重量，所以说如果这个后面可以再加行动电源的话，会更理想。那这顶头盔呢是在台湾的那个迪卡侬购买的脚踏车头盔，所以说不一定要这一顶，类似的构造应该都可以，只是说你的固定的方式会有点不一样。然后这顶头盔呢，它后面这边因为它可以有松紧的功能，这边有一个调节的地方，所以你可以按照需求，就是你头的大小去做调节。那因为大家每个人的头的 size 不一样，所以说也许有的人呢，他可能是这顶头盔可能比较不适合他，那就是看情况而定。如果说你的动骨演员他的头的尺寸呢是比较大或比较小的话，那也许会需要买不同尺寸的头盔来做调整。好，那戴上头盔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。那我们先把 iPhone 的这个 APP 打开，像这样子。那这个 3D 的网格呢，可以开启或关掉。那以目前的这个头盔的设计来说呢，它的手机是需要倒着放的，才有办法拍进我们整张脸。所以我们把它夹住，
先夹在这个支架的前面，好，然后带起来。好，你会看到现在的画面是上下颠倒的，好，那是因为我们的手机是倒放。好，戴上去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头盔扣紧。稍微做一些调整，让我们的脸呢完整的置中，大概像这样子。后面把它稍微调整一下，这样差不多。那因为现在的配重的关系，所以其实后面不够重，所以头盔还是会有一点往前面下沉，因为手机的重量比后方的配重物要来的重。好，我们再稍微调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子，稍微测试一下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来做表演。好，固定了啊。我现在的头部呢稍微转动，你看它是会跟着我的脸去走的。不管我转到哪里，要走动，基本上脸都会永远置中。好，那因为我们的手机是上下颠倒的关系呢，所以会需要做一个校正。在我们 iClone 这边，我现在已经把 Motion Live 打开了。好，那我们会需要做一个脸部的 Zero Pose 校正。好，那就是告诉手机说，告诉我们的iClone Motion Live 说呢，现在的手机是上下颠倒的，所以请用颠倒的方式去侦测表情。如果没有做校正的话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如果没有按这个 Set Zero Pose， 它的人物的头部会歪一边，像这样子，会歪一边，因为它是上下颠倒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做好校正之后呢，再来进行脸部的动态捕捉。好，这个亮绿灯，好，然后再来做动捕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不会有问题了，它头就不会是歪一边的这种角度。好，那也因为我的这个手机呢，永远都会拍到我的脸，所以说不管我怎么移动，怎么表演，脸部的表情呢，永远都可以捕捉得到。好，那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动捕头盔的示范。